我是这个珠海笔源科技的创始人，也是这个小松游戏的开发者。小松游戏呢是我们在 BSV 这条供应链上的一个游戏平台。那么，自己作为游戏开发者，从05年开始开发游戏，大概做了10来年，就是游戏行业里面就是很多主机游戏、PC 游戏、手机游戏这些平台的项目都参与过开发。那么我自己作为一个游戏开发者，对于游戏跟元宇宙这个结合，这是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早在这个区块链，我对区块链感兴趣之前，我是18年进区块链这个行业的。早在我对区块链这个行业感兴趣之前，其实我对元宇宙这一块它之前的一些技术、一些铺垫性的技术，有了一些研究。因为我自己就觉得这一块是当游戏行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突破点嘛，除了 VR 之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突破点。对我来说，我也做了一些这个技术积累。然后没想到的是，就是区块链这2年把元宇宙这个概念翻出来，而且是做得非常好。那么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游戏和元宇宙它们各自有什么连接的点，然后它们跟区块链在一起又能有什么样的可能性？今天我的分享主要是概念性的分享，不会涉及到就是具体的项目，那么也会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自己正在进行的一些研究。那么首先我们绕不开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才是元宇宙啊？你可能听到这个词儿，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懵。那么它实际上是英文里边的这个 metaverse 的这个中文翻译，这翻译有一点点怪，也让你觉得好像它是一个什么很特别的宇宙，其实不是的，它只是一个推广。这个我们正常的宇宙是 universe，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人类所在的唯一的一个宇宙的空间。你注意，它是一个唯一的宇宙。我们人类目前还没有就是真切的知道这个平行宇宙是什么情况的，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单一的宇宙，所以才叫 universe。注意这 uni 的前缀。那么 metaverse 为什么把 uni 给换成 meta 呢？那是因为元宇宙认为，除了我们生活在的这个真实的宇宙空间之外，我们还可以经由我们自己，不管是你是通过技术手段也好，还是通过艺术的方式也好，艺术加工的方式也好，还是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也好，我们有能力构造出来一个全新的、独立于我们现在生活生存所在的这个宇宙之外的宇宙空间，甚至不只是一个，甚至是多个甚至是不不不是技术手段，也不是艺术手段，甚至是做梦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方式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元宇宙相当于是所有的这些我们人类能通过技术、艺术或者想象，通过各种方式能创造出来的多个独立于我们真实世界里边这个唯一宇宙的其他的空间。呃，这是我对它的理解啊。什么是元宇宙？元宇宙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那么为什么它最近火起来呢？其实它不是最近火起来的，其实它火起来已经有段时间了。那么在区块链行业里边，我看到元宇宙是从18年那个 Decentraland 这个项目开始起，有这概念，然后慢慢的被这个 Engine 就是以太坊上的这个 Engine 的这个项目继承，当时叫做 Multiverse，也就是多宇宙。那么后来就被融合到 Metaverse 这个里面。但实际上在游戏行业里面，Metaverse 其实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不是一个新概念。我在14年的时候写了一个这个开放世界里面需要用到哪些技术，那里面其实大量出现元宇宙这个概念，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是普遍作为游戏行业的一个就是比较遥远的追求。那么现在可能游戏行业从区块链这边又看到了这个可能性，然后就纷纷过来打算做一些什么。今年可以看到有很多游戏公司已经真的开始做些什么了。那么游戏行业在2010年的时候出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游戏，叫《我的世界》。那么《我的世界》那个游戏从那个时候开启了一个一个全新的这个体验，是之前的游戏开发者没有想过的。那么它也被认为是元宇宙的这个概念的溯源的原型。你可以看到2010年到现在11年了，那么是11年前的概念到现在被放大。那么可能我说这么半天，可能你还是觉得很抽象。那你可能问你这个再怎么用技术去构造出来，它也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对吧？这个怎么能跟这个现实的这个宇宙相提并论呢？那么其实
很多新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就互联网它刚刚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它很抽象，你很难去想象这个互联网它有什么用，这么一个虚拟的网络有什么用。那么但实际上，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会发现它不仅有用，而且非常有用，它可以跟现实紧密的联系起来。那么实际上我们创造的任何虚拟的东西都可以跟现实有紧密的联系。那么但是元宇宙这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它不仅可以跟现实紧密的联系，那么它自己也可以做到跟现实完全独立。它甚至可以是一个就是跟完全不符合现实世界的这个物理定律，这非常有可能的。现实世界有重力，你完全可以设定一套元宇宙的规则，它是没有重力的，对吧？在没有重力的世界下，逻辑也可能自洽，也可能会发生，就是你会得到一些在真实世界里你得不到的有趣的结论啊。比如说，你从欧式几何你能得出来这个整个数学的这个大厦，你从这个黎曼的这个几何你也能得出来一个三角形内角和不是180度的情况下，你仍然能够得到一套完整的科学，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儿。这可能就是我们人类在我们自己的经验现实之外，我们探索一些非我们自己所能亲身感受、亲身体验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必备的工具。那么你可能又会问了，那是不是像《阿凡达》这样的这个虚拟世界就是元宇宙啊？答案是就是既是又不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它确实是的。阿凡达也好，还有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元宇宙项目，这些区块链游戏，它们都是虚拟世界，没错。但是不同点在于什么呢？不同点在于元宇宙它不是由哪一个设计师、由哪一个导演他构造出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定的这样一个场景、特定的一个情境，让你来体验，而是什么呢？是你自己参与其中、自导自演的。那么我们要用专业的话来讲呢，就是元宇宙的叙事呢，就是下面我写的这几个词，就是它是自发的，它是开放的，而且它是非线性的。我小结一下，那么元宇宙是什么？元宇宙它是独立于这个真实世界之外的一个或者多个这个逻辑自洽的开放性的空间。那么，它也是 cyberspace，就是之前说的这个网络空间和所谓的虚拟现实，它进一步的进化，甚至可以是二者的综合。那么你可能会觉得我现在说的很虚，现在这个虚拟现实这游戏也没见到几个，就是可能 VR 大家体验一阵就忘记了。那 cyberspace 现在也只不过是就是小说家和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个极客群体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为啥这么火的元宇宙居然是他们的进一步进化呢？因为很多新的东西都是从极客的脑子里冒出来，然后推广到大众的，就是区块链本身也是这样的。好，那么说了这个元宇宙它本身的这个定义，我从这个游戏行业一个从业者的角度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游戏行业怎么看待元宇宙这个事儿。那么实际上游戏行业看元宇宙是3个阶段，从传统的游戏就是 MMO，就是类似魔兽世界这样的游戏，到一个开放的世界，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的世界，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大家可能会有尝试玩一下3A 游戏，它会有非常大的开放世界，比如说这个塞尔达，这样也属于开放世界，是在这10多年游戏行业非常火爆的一个话题。那么从传统的游戏世界到开放世界是往前走了一步，那么从开放世界到元宇宙又是往前走了一步。其实他们这个就是这个概念一步一步推广、一步一步泛化的结果。那么接下来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传统游戏我们关注什么？开放世界里面我们关注什么？那么元宇宙里面我们关注什么？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关注这些东西，它这些想法是哪儿来的，它是怎么样从原来的就是一点一滴怎么样生发出来的。我先说一下，就是传统游戏。传统游戏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不多，首先我们看一个游戏，我们如果自己做游戏的话，看一个游戏它核心玩法是什么？这个核心玩法吸不吸引人啊？你玩了以后感受你有没有心跳加快？你有没有觉得开心？你有没有进入心流？你还想不想再玩？下次你还想不想再玩？这个核心玩法实际上是我们关注的是它对哪些人有吸引力，哪些人会就是特别的喜欢它。然后它的群众基础大不大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是你选定核心玩法，
是第一步。然后我们关注这个游戏的数值系统，这个游戏玩家玩会不会觉得太难？会不会觉得太简单？会不会觉得游戏的进程不符合，就是不科学？一上来就这么难，或者是先难后易，或者是怎么样？我们比较喜欢的数值系统呢，是一个比较平滑的曲线，让你随时都能进入心流状态，让你进去了之后就不想出来，然后这说了可能要挨骂。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技术，就是通过打磨一个很好的数值系统，使得一个游戏的生命期尽可能的长。这是数值，我们对数值的关注。那么我们可能会关心一个游戏的收费，它是怎么收费的呢？它是卖道具收费呢，还是什么点卡月卡收费呢？还是靠广告收费呢？或者是其他更细致的问题？这是我们关心它的盈利的能力，一款游戏的盈利的能力。那么还有我们关心的是 LTV，就是 lifetime value，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单用户的这个价值。一个用户在玩你这个游戏的生命期整个生命期之间，它能贡献的价值是什么？就这个 LTV，这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如果你在一个用户身上投入了1块钱把它拉过来，但是你最终只能在他身上赚到9毛钱，那很显然你这个投资是失败的。那么你的游戏就没有办法循环起来，就不能会有更多的人玩。如果这个值是正的，那么你的游戏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玩家玩，他们会自发的传播，让你这个游戏越来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那这是传统游戏我们关注的几个点。从传统游戏往前一步到这个开放世界，我们关注的点就变化了，因为开放世界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么开放世界我们关注什么呢？首先我们关注它是不是够大。所谓开放世界就是允许你探索尽可能大的边界。如果你告诉我一个开放世界可能只有室内只能在密室逃脱，这个开放世界就本身就是跟它的这个本身的定义就是违背的。它一定要足够大的世界才有空间，它一定要提供足够的自由度，探索的自由度。一个开放的世界，如果它不能给你提供这种非常多维度的这种探索的自由度，它只允许你沿着一条路走，只允许你遇到这个人了以后跟他完成任务，再遇到下一个人。那显然这个开放世界，它哪怕再大，它也是不好玩的，它的体验也是非常单一的，就跟你看电视剧没什么区别。哪个人到了第5集一定会死，那谈不上开放了。那么我们希望的开放世界呢，是一个足够非线性的世界。那有的开放世界做到什么程度？它明明是个打打杀杀的游戏，你在游戏里边你要一路打到最后的 BOSS，但是他一个人都不用杀都可以全部通关，得到所有游戏的体验。那么这就是开放世界的魅力，它允许玩家以一种设计师压根儿都没想过的方式来完成游戏。那个玩家得到的独特的游戏体验，很有可能是那个游戏设计师自己压根儿都排列组合到这个情况的这样的一种体验。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认为这个开放世界设计的是非常成功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开放世界我们关心它的这个玩家进来玩的时候，他能不能创造些什么东西？他创造也好，他体验也好，他经历也好，他游戏也好，他在里面所有的行为是不是足够的开放？这个说起来可能有点抽象，什么叫足够的开放呢？足够开放就是你作为设计师，你不会给他设计一些规则，让他不能干某件事。那么，你可能会说，这游戏里边不能干的事很多呀。比如说，游戏里边有一个房子的模型，我一出来，我可能不一定能，就是我跟这个房子可能没什么交互，我顶多就是跳到它房顶上再跳下来，可能没什么交互。但是一个好的设计的开放世界，很可能允许你一把火把它烧了，站在远处用个火箭筒把它炸了，或者把它拖到某个地方，让它成为你进入下一个地点的这个重要的辅助的工具。它留给你探索的这个空间，这个可以使用的这个集合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你提供足够多的子要素的话，那么玩家可以排列组合的是你难以想象的这个开放。那么，这其实对设计师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在传统游戏里边，我们只设计一组单一的规则，就像暗黑破坏神，我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你进去你就砍怪呗，砍怪就捡装备，就是这样，你都很难做到，就是让这个游戏完整而且自洽。
那更不要说你什么都允许他干，什么都允许他干的情况下，你还能不能设计出来一套规则？这一套规则它本身是不冲突的，哎，你不会用这一套规则得出来的世界是你玩家走到一半卡住了。那么设计的不好的开放世界很容易这样，很容易玩家到一个地方被物理上卡住，或者是被情节上卡住，或者是被数值上卡住，被任何东西卡住。卡住了，他就失去目标了，不知道自己在游戏里该干嘛呢，他就离开了。那么大部分的开放世界很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么作为设计者，一个顶尖的开放世界的设计者，他能够做到就是把它能够做到足够克制，能够做到把所有的规则最小化。能不设定规则的，我就不要设定规则；能不施加的约束，我就尽量不要施加约束，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上帝。哎，这个也是我这么定，那个也是我这么定，定的合不合理，你们来找我，我负责就行了。那是把自己当成上帝，戴上了上帝的帽子。哎，这样把自己当成上帝的设计出来的游戏，往往并不一定那么好玩。啊，这是开放世界我们关心的几个点。然后我们刚才这个说了传统游戏跟这个开放游戏，那么接下来就是从开放游戏迈到元宇宙这一步，元宇宙又比这个开放游戏多了哪些东西呢？那么首先第一个是它是跟开放游戏不一样的是，它是一个关于游戏的游戏，一个包含了所有世界的世界，所以叫它元世界嘛，所以叫它元宇宙嘛。它实际上是把多种不同的游戏玩法还有一些各种不一样的体验给融合起来了，我们叫异构与融合。那么这是它第一个特性，是能够把所有的游戏融合起来。那么之前我们看到那个有一个游戏公司叫 Roblox， 然后它今年也非常火。那么它实际上它做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里边，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非常低龄的参与者都可以创造出来比较复杂的游戏世界，这是非常难得的。那么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等会儿我会把那个产品相关的信息都发在这边。它就是创造了一个这样一个可以包含其他不同游戏世界的一个综合性的融合性的游戏世界。那么元宇宙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是可以组合。这个可以组合体现在多个维度上，因为有了区块链的帮助呢，这个我们可以用 NFT，比如道具，道具是可以组合的。在单个游戏里面，不同的道具、不同的这个虚拟物品可以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物品。那么不同的游戏，跨游戏的道具组合在一起，也可以生成新的东西。哎，这样就带来了这个无限多的这个可以探索的维度。那么之前的游戏里面可能就是单个游戏里边就那么些东西，玩家很容易就是因为它是个有穷的集合，很容易就感到无聊。那么在一个开放的这个区块链上面有多个产品，然后产品跟产品之间的道具、角色，甚至是不同的 IP 能够融合的话，那这样带来的这个组合性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对于一个玩家来说，能够改善的体验也是非常可怕的。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元宇宙跟这个开放世界相比，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它的可组合性。而这种可组合性呢，其实是区块链能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那区块链上有很多应用，像 DeFi，还有一些其他的应用，它其实都利用了这种可组合性。昨天晚上我们开会的时候还在说这一点，就说这个为什么在以太坊上 DeFi 这个能够做得非常好？因为它很多都利用了已有的一些知识，不是说什么项目都自己从零开始写。哎，很多合约之间，他们相互之间是可以有借鉴，然后甚至是直接的依赖，合约之间可以直接相互使用。那么在 BSV 上，我们能不能做到这点呢？要想做到这点，要做哪些事儿呢？昨天晚上也是抛出了这个问题，就是也是我们会去思考，然后会去研究这个问题。那么说回来，就是说区块链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可组合性。这可组合性呢，就让这个元宇宙有机会把一些不同的游戏、不同的体系、不同的宇宙之间的这个元素，把它们很有机的结合、融合、组合在一起。那么这实际上是元宇宙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不同的宇宙之间的可组合性。那么元宇宙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它不仅仅是像我的世界里面这样，玩家来创造一个内容啊。我的世界里面，你登录进去，你可以开个房间进去把你的大学校园给复制下来，或者是把你在的小区给复制下来。你可以去创造一个你自己觉得好的这个建筑。那么元宇宙不仅仅是允许玩家能够自己去创造这个建筑，而且
它把叙事也变成了一个创造性的叙事。是什么意思呢？说起来可能有点抽象，它实际上是小到你自己个人的经历，大到整个世界的背景。那个这世界发生过什么事儿？那个种族，这世界里边有哪些种族？这些种族他们的历史，这些东西以前都是就是由游戏策划，由游戏的设计师他们去完成的。但是在原世界元宇宙这个概念里面呢，实际上是玩家自己创造出来的。对于策划来说，对于游戏设计师来说，他们只要规定最基本的单位，比如说你这个你人的跑步速度是什么你这个世界有没有重力，你这个世界受不受什么物理条件的约束，剩下来的都交给所有的参与者。不同的参与者可能有不同的做法，有的人进来投资，有的人进来投机，有的人进来玩游戏。那么有的人进来可能是我看能不能通过游戏赚点钱 ，play to earn。有各种各样的参与者进来了以后，这个世界它就会变得就是非常有意思，就是什么样的情形都有可能发生。那么这个世界就会书写它自己的历史，这就是所谓的创造性叙事。那么在之前的开放世界里边，你要么是遵循别人已经设定好的叙事，要么是就是你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叙事空间里边你只能做很有限的事儿。你像我的世界，你其实能做的事情是比较有限的。你可以搭一个建筑，可以搭一个电路，或者可以拍一个剧本。那么你能做的事情是严格定义的。而在元宇宙里边，我们希望至少我们想象当中的，就是在未来，它是有机会制造这种创造性的叙事的。我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那其实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创造性的叙事，因为在人类这个产生之前，并没有谁规定你必须得要有这么多朝代嘛，对吧？并没有谁规定你必须在东方你就得是这个皇权，这个皇帝2000多年的帝制，然后在西方你就必须是先有雅典，然后再有怎么怎么，就没有人规定这个，它是一个自主生发出来的，这就是所谓创造性的叙事。那么我们认为，在元宇宙这个阶段了以后，人类第一次有机会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边能够有创造性的叙事。那么在之前的世界里边，要么就是叙事空间太小，要么就是你叙事了也没法保留下来。那么区块链至少给你提供了一个就是可以永久留存的东西，它可以是你这个创造性叙事的一个很好的这个编年史，对吧？你所有的东西都记载在上面。那么这是元宇宙第三个特征，它不仅是允许玩家去创造内容，而且允许整个世界的创造性的叙事。那么元宇宙的三个特征，它跟这个区块链有啥关系呢？那么区块链能带给元宇宙什么价值呢？这些应该是就是在元宇宙之前，这个区块链的价值已经被分析得很透彻了。我这儿就重复一下，这区块链能够给元宇宙带来的价值三个基本的点是确权、复用和价值沉淀。确权就对应着谁创造出来了这个虚拟物品，谁拥有这个虚拟物品，在区块链上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标记。那么在区块链之前，那种就是用户创造的内容，比如说 DOTA，比如说这个就是魔兽世界的编辑器，那个魔兽争霸的编辑器，经常出现什么情况呢？经常出现一个人好不容易做了一张非常厉害的地图，然后被很多人玩，大家都觉得他做的真好，然后这时候有另外一个人跳出来，把他地图拿去改吧改吧，更流行了。那这时候你就说不清了，你就是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一帮人会跳出来捍卫原著，然后另一帮人会说，哎呀，那个原著做的其实不怎么地，都是因为改的原因才把它变得更流行的，这个东西就非常难以说得清了。那么我相信这个区块链能够在确权这块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是谁什么时候创造了什么，然后谁又在什么时候对它进行了多少的修改，那么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这就是让一个说不清的事变得说得清了。那么复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点，这个可组合性的来源。你如果没有这种复用机制，没有从资产到这个代码业务逻辑的这些复用的机制的话，那你就谈不上这个可组合了。那么价值沉淀呢，也是区块链的本质功能。区块链本质功能就是能够作为这种价值沉淀。你打完这个游戏，你还留下什么呢？那么传统的游戏里边，PC 上这个你装了 Steam 里装了那么多游戏，你不玩它也就不玩了，对吧？你手机上装了那么多应用，装了那么多手游这个游戏充个10块，那个充个20块，到后来你不玩了这些游戏，那这些价值就都没了，你没有办法把它以一种很简单的方式打捞出来。这个其实是区块链可以帮得上忙的。
对于一个元宇宙来说，它所有的价值都可以沉淀在跟它关联的区块链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直观、非常可以直接来做到的事情。这就是区块链作为这个共享账本，作为一个全球所有人共享的账本，它是很好的一个元宇宙的价值载体。那么第二个啊，这是我刚说过了，区块链作为这个世界，它能够保证这个世界是永续的，哪怕你游戏服务器关了，对吧？你1年以后你改进了，你又开，那么它能够保证这个时空上的连续性。传统的游戏是很难保证时空连续性的，你游戏停服了就停服了，对吧？魔兽世界当年是在9城这边运营，然后运营到一半了以后，这个被网易拿过来，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玩家到处骂，这个也不给开，那个也不给开，很痛苦。但实际上是对于这个区块链由区块链来支撑的游戏，实际上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区块链天然就是永续的，那么它天然就可以把这个永续的世界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用编年体的方式给写下来，是吧？用比特币的话，每10分钟你就能得到一个记录。那么这是区块链能带给元宇宙的价值。啊，请注意，这些价值在之前的元宇宙当中，他们已经模模糊糊的去做了，但是做不了区块链这么好，就是区块链天生就可以干这些事儿。那么区块链能够带给元宇宙的第三个重大的好处就是扩展性和最终的一致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传统的元宇宙，传统的游戏行业那些说元宇宙的人，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传统游戏行业里面搞的这些元宇宙，它是没有什么扩展性的。它是任何一个游戏，任何一个就是元宇宙的游戏，它是做不到像微信一样啊，几亿人在线，然后几亿人可以互相发消息，没有什么延迟，然后就算出了什么问题，腾讯也能给你保证最终的一致性，这是非常厉害的能力，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能力。任何一个游戏如果想要达到这种程度的扩展性，这种程度的最终一致性，那就要付出跟腾讯做出微信这么大的技术投入，甚至是不只是这些技术投入，因为对腾讯来说，它有一个很显著的路径依赖。在做微信之前，它做了 QQ，对吧？它在 QQ 上积累了大量的这个关于这个多人聊天这种情境下的优化。那么这种优化可以被微信所继承。那么对于一个游戏来说，你不可能找到一个这么大的团队然后来研究这么多年，然后而且你不可能保证自己的游戏到了像微信这样的规模的时候，你有腾讯那么有钱你能租那么多台服务器来始终保证这些人能够畅通无阻的游戏。那么这些事情恰恰是区块链可以做到的，恰恰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能够被全球共享，能够被全球能够承载全球交易的这个区块链所能够承担的。为什么？因为为了承担全球的交易，区块链本身会花大量的这个行业会花大量的钱在改善基础设施上，不仅仅是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 POW，大家作为矿工都去买矿机，对于那些 POS 的币，他们也一样会去改善，他们也一样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去改善他们作为这个一个全球的共享账本，他们的能力。那么你实际看到的就是区块链行业的区块链的这些公链，他们有比游戏行业大得多的这个冲动和能力和积累，去把整套体系、整套的这个基础设施做的能够更有扩展性，做的能够保证这个业务的最终一致性。它一定要保证这个最终一致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算钱的，你游戏你不一致，你打死了这个 boss，你没给你算钱，那也就罢了，你大不了再去刷一次，对吧？但是如果是资金或者是资产这一块你明明转账了，他告诉你没转，那就完蛋了。所以区块链它是有非常大的能力和冲动，去不断的把这两项优化到极致的。这就是区块链能够带给元宇宙的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区块链的话，元宇宙这个东西只能从理想只能变成一个空想，只能是科幻小说这个雪崩里边的幻想，只能是一个科幻，它很难在游戏行业真正落地。那么有了这些加成了以后，我们认为元宇宙是从一个科幻变成了一个可以实现的东西了。那么在现在，我们刚说了这个元宇宙跟区块链的情况了以后，我现在来说一下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现在就是今年以来，就是大家可能听到很多这个元宇宙相关的项目，因为很热，我随便举了几个例子。那么前两个是 Roblox 迷你世界，这都是我们游戏行业里面做元宇宙做了很多年的这个游戏公司，尤其 Roblox。
Roblox 他做了10来年，他一开始只是做物理模拟，然后后来他发现，哎，做一个能够让所有人创造各种各样游戏的这样一个平台，然后把所有大家创造的游戏摆到那儿，谁的游戏好，大家玩的人多，这样一个东西好像更有意思，他就转过来做这样一个平台。然后他现在就是他最近才刚刚进入中国，跟腾讯合作进入中国。最近，大家对他都非常看好，他这个元宇宙的概念也是他一直在就是往外推广这个概念。那么迷你世界相当于是从我的世界脱胎而来的一个咱们国内的这个，呃，类似这个赛道的这样一个公司。然后我儿子也挺喜欢玩迷你世界，天天抓着我玩。那么这是游戏行业的两个，然后 Decentraland 和 Sandbox 的 Sandbox 这两个是区块链行业涌现出来的。Decentraland 是18年的时候，比较热，然后后来他们一直在改进，然后他们也有很多玩家创造了很多内容在里边儿。现在我关注的不是很多，然后 Sandbox 是最近才冒出来的。那么我举的这几个例子都可以在网上搜到，你可以看到它现在的现状。那么他们也许不是，也许我举的例子可能不一定恰当，但是他们代表了我认为的这个元宇宙的比较主流的游戏。那么你可能会奇怪，哎，我知道什么什么游戏啊，它也是元宇宙怎么怎么地。实际上有很多情况都是这样，就是一个产品它本来有它自己方向，然后突然听到现在啊什么东西很火，赶紧说自己也是这个东西。那么我们要有一种能力，要能区分得了，哪些是硬凑上来的，哪些是人家经营了多年，有真正的这个有真材实料在下面打底的东西。那么好，我们接着往下说，在当下虽然有刚才说的那些产品，但是我们认为当下不是我们认为，是我认为啊，我认为当下这个元宇宙所在的这个阶段啊，比你能够想象到的你可能觉得现在它所在的阶段还要早期。这句话说的有点绕口，就是简单的说呢，就是它现在还在非常早的早期，非常早，早到你觉得它足够早，它还不够，还没有那么还比你想象的认为的那么早的还要更早。你可能会觉得很不服气啊，你可能会说现在这么火，到处都在说这个还能叫早吗？这个但凡是区块链这个群，你进群，你搜元宇宙，你都能搜到一大堆。你说这么火的东西，怎么还能说处于这么早的阶段呢？那么呃，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来定义早期？什么是什么一个东西？它什么情况下叫早期？什么情况下叫中期？什么情况下叫晚期？啊，你可能会拿出来那个曲线，对，就是那个上去下来又上去那个曲线。那么我们也不说曲线，我们就举3个例子。那么第一个是 AlphaGo 的例子，AlphaGo 大家可能知道，就是16年的时候，这个在围棋行业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震惊的事情，就是人工智能 AlphaGo 战胜了李世石。那个当时他用的这个技术叫深度学习。深度学习呢，当时被认为深度学习是非常大的突破，非常大的突破，大到什么程度？认为它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认为所有那些我们不能解决、不好解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深度学习来解决。认为 AI 是一个终极的方向。那么你这2年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个 AI的这个热潮已经基本上退下去了。那么很多就是很多工程师都转到 AI 方向去的，又纷纷都转回来了。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也不去分析了，毕竟我们今天不是分析人工智能的。但是我说一句的话，就是在这个怎么样让机器它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这个问题上，其实这个深度学习只是走了一小步，它远远没有到在当时我们认为的就是取得了质的突破。这条路上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那么目前元宇宙，我想说，目前的元宇宙比 AlphaGo 所在的这个人工智能所在的这个阶段要更早。那么这是第一个例子，AlphaGo 的例子，当时我们对它寄予厚望，但事实证明，它这个人工智能就深度学习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只是其中一个切面。那么第二个例子是 Oculus Rift，大家就是如果了解 VR 行业的，可能知道这个产品这个是非常厉害，这是在15年的时候那一波。这个 Facebook 当时收购了这家公司，当时这个游戏行业的传奇人物就是 John Carmack，他就在这家公司做这个最前沿的 VR 研究工作。那一波其实是3家都出了产品，这个 PS、Oculus 和 HTC
他们3家都出了产品，当时大家就纷纷惊呼，这个是 VR 的元年啊，怎么无数的钱涌进来，各种人进来做各种就是不知所云的项目，当时我都差点被忽悠去了。这个 VR 的那一波是非常火热的，那一波当时因为在当时我们认为什么呢？在当时我们认为虚拟现实才是游戏进一步发展的这个引擎。那么更好的硬件出现了以后呢，游戏就会跟这个很好的融合起来，这个虚拟现实就能怎么巴拉巴拉巴拉说一大通。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就是第一代的 VR 硬件退去了之后，那么第二代的硬件目前还没有那么快的速度能够达到当时我们承诺的体验。那么 VR 游戏仍然是进游戏了之后15分钟我们就会头晕，我们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使得这个眼部跟踪啊、手部的定位啊，还有整个体验能够达到一个可以接受、可以人在里面长期接受的这样一个阶段。当然了，就是 VR 这个领域也是值得长期关注的，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么下一代产品可能这1-2年，下一代产品出来了之后可能会有突破。那么，但是总的来说，15年显然不是这个 VR 的元年。当然，你要硬要认为它是这个 VR 这个硬件产品取得突破性的一年，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它显然不是 VR 彻底改变世界的一年。那么目前的元宇宙实际上比这个阶段还要更早。那么就我们这个火星探测器这个天问1号，还有这个载人航天，我们国家这个天宫2号，这些实际上是离我们就是它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离我们人类这个星际殖民啊，真的要到其他星球去，这还非常遥远。那么现在元宇宙可能就跟这个可能差不多处于天问1号这个水平，就是跟星际殖民，跟你真的到其他一个星球上去生活、去殖民，那还非常遥远，差不多跟这个阶段类似，可能比这个阶段还要更早一点。那么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元宇宙，结论就是现在的元宇宙，现在这些说元宇宙的项目，绝大部分都是处于这个噱头的阶段，绝大部分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卖点，在很久远的将来才有可能实现。目前我们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什么是？那你既然说这个东西很早啊，说了一大通，这个比这个更早，比那更早，那怎么样才算是它就是被广泛应用了？怎么样才算是真正达成了呢？如果元宇宙真的已经实现了，如果我们真的已经置身于元宇宙之中了，那么现实世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我们每天睡觉醒来，睡觉醒来，每天工作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就会变成元宇宙的其中这个多维的元宇宙的很普通的一维，是这个我们真实的人生会变成很普通的一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的工作，你取得的成就啊，你的财富，只是你全部的这个经验集合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因为你会在不同的时空当中取得不同的成就，取得不同的职业轨迹，取得不同的财富，他们都是可以被衡量、可以被测量，可以被计算的。那么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认为这个元宇宙才是真正达成的。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在那种元宇宙里边长大的孩子，他们是在多个维度上去体验人生的，他们不是像我们一样单线性的人生，他们不像我们，到了6岁就必须得上小学，到了高中毕业就必须得考大学，他们有多个不同的轨迹，他们是多线的。他们那个年代的孩子看他们的父亲，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孩子这一代，就是现在我们小孩现在手里捧着手机啊平板在那玩的这一代，他们会非常惊讶，他们会非常惊讶，说这一代人天天捧着手机，天天捧着平板玩的这代人，他们这个娱乐，他们的这个成长轨迹居然如此匮乏，如此的单一，他们会觉得这帮人这小时候是怎么长大的？就只玩这些东西吗？就好像现在的这一代孩子我经常听到我儿子感叹我们小时候，我们说我们那小时候很枯燥，小时候只能在河边玩泥巴，一玩一下午，就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他们感叹现在的小孩玩手机玩平板一玩一下午，大概就是现在的玩手机玩平板的小孩感叹我们那时候玩泥巴的感觉，说我们玩一下午泥巴，难道就不觉得枯燥吗？大概就这种感受。那才是元宇宙真正达成的标志。现实生活退化成为元宇宙当中很简单的、很朴素的一维。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这样了。
前两天我读到了一个特别震惊的，也不是说震惊吧，前两天我读到了一个就是让我非常震撼的文章。他说我们现在疫情导致的，疫情导致我们被隔离在家里面，隔离在家里面，我们都通过网络来跟其他人交流。那么你乍一看上去感觉就跟《黑客帝国》其实没什么区别了，就是你所参与的这个网络在线的活动，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游戏。怎么说呢？就是你想想看，你在家对吧？你睡醒了你就吃饭，吃完饭你就上网，你就对着一台电脑，然后你开始敲，就好像在参与一个游戏。然后你下线了，然后你吃饭，然后你睡觉，然后你就离开了这个游戏，然后你第二天你又进入这个游戏。其实它整个互联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大游戏，无非是这个游戏里边角色多一些，但是你跟这个大游戏交互的接口，跟你进去玩这个 PC 游戏其实没什么区别，都是键盘鼠标，都是屏幕。你们都是对着屏幕咣咣咣一顿敲，然后给你一些奖励，对吧？不一样的是，游戏是立刻给你奖励，然后真实世界里可能是1个礼拜或者1个月才给你奖励。哎，就是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元宇宙的雏形。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说，就是游戏跟元宇宙有什么关系？那么游戏本身，因为它是一个跟传统的这个艺术形式不太一样的形式，它是你看传统的艺术形式什么，就是说绘画、建筑、音乐、文学、跳舞、舞蹈什么这一类的，它都是非常非常单一的某一面。而游戏它能够把所有的这些东西给糅合起来，不管是像电影一样的体验也好，还是你读书的时候的体验，你游戏里边也有大段的文字，也有大段的文本，那么也有像类似电影的这个切片，叫 casting，也有这样的东西。那么它比这些东西更多出来一维度是什么呢？是你的交互，是你亲自体会的，是你亲身参与其中的这个体验。那么这就是多出来的这一点点。就是多出来的这一点点，就决定了游戏是一个很好的作为这个元宇宙的一个载体，也是一个非常贴切的这个载体。那么对于那些不能够承载这些东西，比如说你说《阿凡达》，那么马上要出《阿凡达2》了，《阿凡达2》可能比《阿凡达1》要更华丽、更绚丽，这个世界要更真实。那么它是元宇宙吗？显然不是嘛。只有像第二人生啊，像绿洲这样的东西，真正被造出来的这样的可以真实感受的东西，才有可能是元宇宙的一个粗浅的这个模拟。那么，呃，说到模拟啊，就是呃昨天有一个新闻吧，昨天有个新闻是 Facebook 发布了一个虚拟办公室。虚拟办公室就是方便大家无缝的这个在线上办公，就像我们现在用这个腾讯会议在这开会，只是我们彼此看到对方的摄像头，对吧？它那个无缝的线上办公呢，是在一个虚拟的办公室里边，所有的人都有具体的化身，所有的人都有 avatar，然后可以面对一个白板，你可以在虚拟空间里边获取无数块白板，随便画，全部都是这个由 VR 驱动的这样一个情境。那么为啥我突然扯到这个呢？因为这个 Facebook 发的这个新闻这么多人看，这么多人点击，大家都觉得哇好了不起啊。但是其实它是什么？其实它就是一个现实空间到虚拟空间的映射而已。它本质上就是现实，我们所在的这个现实空间，你在一个真实的这个会议室里边在开会，把它无缝的模拟到一个这个虚拟的空间里边，它是一个现实的近似和模拟。你要听了我刚才说的那原世界的情况，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算啥。这个游戏比较擅长的是架空，游戏比较擅长的是把这个创造，就是你人在里边的这些东西，体验到的东西和你创造的东西，在一个架空的世界里表现出来，而不是这种仅仅是一个目前现有世界的一个简单的模拟。现在有什么你就抄什么，这没什么。真正难的是你在一个跟现实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创造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是你现实生活的一个额外的维度。这其实是一个对比，就是元宇宙它其实是超越，它其实不是一个对现实的这个拙劣的这个模仿，它不是一个现实的近似一个模拟，而是远远超越这个的，它是一个架空的完全新的情境下的创造，它是超越近似的，是超越模拟的。那么，刚才先说了元宇宙特征，又说了游戏跟元宇宙的关系。那么我再就是说一下，就是今天讲的好像有点抽象，就是没有具体的例子。那么最后我说一下这个元宇宙游戏，就是
一个游戏，如果它说自己是元宇宙游戏，它应该有哪些特征？你可以拿这个去比一比。如果它有，那么它就是；如果它没有，它就不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指标。那么，刚才我说了这个我的世界，在我的世界里边，你可以去创造虚拟的建筑，你可以去红石电路，对吧？你可以创造一个很复杂的电路。那么这些都是 UGC， 后来又有了这个 PGC 的概念，就是一个游戏开发者去创造的内容，然后给创造的更好、更专业，给玩家更好的体验。这些用户创造的内容，那么这些用户创造内容，它是不是脱离了物理的约束的创造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问的问题。什么叫脱离了物理约束的创造？就是你在创造的时候，你参考的对象是什么？你在创造的时候，如果你参考的是真实世界有的东西，你参考的就是现实世界有啥你就造啥，你就照着做，那你就是没有脱离物理约束。如果你这个游戏世界允许你创造现实生活完全没有的东西，你就创造了额外的价值，创造了超脱于现实世界之外之上的一种新的价值。那么你创造这个价值显然是应该是有价格的，对吧？因为它创造了额外的价值。那么这是脱离了物理约束的创造，你可以拿这个去衡量一下。第二个就是由于它接入了区块链，那么它能够通过区块链来做这个虚拟资产跟真实资产的无缝的流通。那么其实现在区块链大部分公链都可以完成这个功能，只要它支持类似 USDT 这样的东西，那么它都可以完成虚拟资产和真实资产它们之间的这个流通。那么这个对元宇宙来说也是非常可怕的帮助，因为在区块链上的这个资产流转的效率跟现实世界相比，跟传统的游戏相比是非常可怕的。之前不知道谁做了一个统计，好像是 DF Review 吧，做了一个统计，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边，这个资产流动的速度跟传统世界相比，不是10级、20级的改进，而是上百倍的改进，就是它的流通速度是上百倍的改进。所以这个其实对于传统游戏来说是个巨大的机会。传统游戏在那么低的流通速度下，在那么低的这个流转效率下，都创造了那么大的产业价值。你想想，什么王者荣耀，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你想想看，如果它的价值能够就是以100倍的速度在运转，你想想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对吧？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产业。这是它第二个特征。那么第三个特征是它空间的完整性。注意啊，我现在说的这些特征都是元宇宙类的游戏的特征。如果它没这些特征的话，它很勉强说自己是元宇宙。就算说它也是吧，往这个概念上凑的。那么元宇宙游戏的特征，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是空间上的完整性。什么叫空间上的完整性？这有点抽象。它是说所有的玩家都能够在这个宇宙当中无缝的与其他人交流。而不是需要通过你某一个服务器进了某一个服务器找到某一个角色，找到某一个账号，没有的，它都是一致的。就像你在区块链上，你不需要去找谁注册一个什么账号，你直接自己生成一个钱包，你就可以用了，你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你不需要任何一台服务器这种物理上的阻碍，你不用担心你在服务器 A 上不能跟服务器 B 的人说话，因为对吧？你在中国。你往某一个地址打，即使他在美国或者在日本，他都一样可以收到。这是区块链能够带给元宇宙游戏的这种无缝的连通性。那么现有的这些元宇宙游戏目前还没达到这个阶段，但是一个传统游戏都达到了，就是EVE， 就是星战前夜，在那个前面的那个链接里边，你可以看到最后会说到这个。这是空间上的完整性。那么还有时间上的完整性，就是区块链能够带给这个元宇宙最大的，也不是最大的吧，就是其中的一个特征，就是永续性。那么有了区块链加持的元宇宙，很显然它是永续的，可以永远玩下去，就算游戏公司倒闭了，还可以玩下去。这是它时间上的完整性。那么这是4个特征。好，然后那我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就这么多了。最后用一句这个加州旅馆的词，就是 You can check out any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就是你在元宇宙的世界里边，你可以 check out， 但是其实你是一直在它之中的。那么，好吧，今天我分享就这么多，谢谢大家。